宋清辉，你这衣服是租的吧？瑶瑶，你说什么呢？这衣服都不合身，你说是量身定做的，当我们蠢吗？还有你这鞋和包包，这都过季多久了？真以为靠这些就能融进这个圈子吗？别说了，宋清辉，借钱来挤一个不属于你的圈子，值吗？你还以为自己装得很好，其实别人早就看出来了，还把你当笑话呢。清辉，你没事吧？做噩梦了？你的古董鉴赏课要迟到了。他的脸和梦里那张冷笑的脸完全重叠了。周瑶，上周你说你爸收到一方端砚，上面是不是刻着天籁阁藏？是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这事梦里他醉酒后炫耀过，现实中我根本没听说过，那根本不是梦，所以那就是我的未来。不行不行，我不能死得那么憋屈。这是我第一次咬牙买真货，也是我走向噩梦结局的开端。干嘛呢？快点啦，这次真的要迟到了。宋清辉同学，迟到了。对不起。既然迟到了，就由你来说，这瓷瓶是不是仿的？底是真的，但整个瓶身都是后仿的。详细说说。底部露胎不施釉，沙底细腻，胎釉交界处有一圈火石红，可见的确是永乐官窑。但底釉面反光的走向在接缝处断了一下，老的釉面已经哑了，新的还在亮，是典型的接底。厉害！就这几眼能看出这么多东西，这得是上手多少件古董才能练出的眼力。宋同学，家里是有长辈喜欢古董？不，只是碰巧看到相关知识，有个印象。如果随便看看就能达到这种程度，我这老家伙可就要失业喽。以前我一心追求虚荣，把精力都用在伪装为富家千金上，荒废了学习。幸好我的大脑依然存下了那些知识，等待我醒悟。谁能准确鉴定这件物品，评10分加10分。老师，这一看就不是和田白玉，我家真货多得很，根本不是这样的。这确实不是和田白玉，但不像是现代工艺。宋同学怎么看？这应该是清代料器，打光看有细微气泡，还有搅动纹。我就知道这难不倒你，书童，你专业知识强，但还是少了点经验，得多和宋同学交流。看着梦中挑破我身份的两人吃瘪，我谈不上高兴，只是觉得不太真实。对不起。为什么道歉？我曾经认为你为了满足虚荣心，刻意假扮富家千金，原来林书童这么早就看出来了，我的伪装还真是拙劣啊。没关系，你不用给我道歉，毕竟我确实不是什么富家千金，课上的事你不用太放在心上，我只是凑巧知道而已。你从小就学这些，肯定比我专业多了。他居然如此轻描淡写，难道他的真实身份远比我想象的更不简单？清辉，3天后有一个这小古董沙龙，我拿到了2个名额，你要一起去吗？以往有这种机会，我都会主动蹭名额，觉得能融入他们的圈子。可那个梦彻底让我清醒了，不属于自己的圈子，没必要硬融。不用，我还有事儿，这么珍贵的名额留给我就浪费了。我买的时候12000，过季款就这个行情，卖不卖？卖。这些东西花光了我所有积蓄，最终连原价零头都不到。这点钱别说生活，连4年学费都不够。我曾经到底有多傻？文玩市场，只要能捡到漏，至少3年不用愁了。足够了。又是这些寻常货色。美女，看看这个。老板，这套青铜印怎么卖？这套堆了3年没人问，你想要200拿走。哼，这玩意儿我见过，
去年有人拿来鉴定过，假的。青铜锈是做旧的，你用指甲刮刮。不用刮，这是民国时期西泠印社出的纪念青铜印，世上仅有这一套，被赠与神秘人，从此了无踪影。500，我要了。当真？当真。我确信这青铜印是宝贝，但这宝贝想要卖出高价，还得找识货的地方出手。崇文堂，梦里我听圈内人提过，这家私人鉴定行门槛高得离谱，必须要有推荐人，且会经历与鉴资等一系列复杂流程，才有资格进门。我想请您看样东西。我们这儿不收外荐，对面有家典当行，你可以。老刘，快请这位小姐去2楼。这个断口是我祖父当年摔的，这东西沈家找了40年。怎么称呼？宋。我沈燕回欠你一个人情。人情太重了，我来本就是为了典当，只谈价格就好。沈老师，要查查这位宋小姐的背景吗？她不通过任何推荐，就这么带着方印闯进崇文堂，且神色自若，毫无紧张不安，身份必然不简单。只是如果我们贸然去接触，说不定会造成误会或麻烦。今日会场有内部展映会，找个理由让她出席，你去找主办方沟通，了解一下她的专业素养。不买那些奢侈品，够我好好生活很久了。宋小姐，是我老刘，里面有个古董交流沙龙，主办方请了沈老师出席，但他不愿露面，您能不能替他走个过场？最窘迫的场景都经历过了，这不算什么。宋清辉，你怎么会？先坐。既然宋小姐邀请您，那便入座吧。先前我拼命想进这种地方，如今进来只觉得心如止水。宋清辉，宋小姐，听说您擅长古董鉴定，如今众多专家齐聚，不如一同交流下。既然要交流，怎么拿个仿的上来？你胡说什么？这锈色自然，纹饰典型且皮壳老烂，你说它是仿的？我没说东西不是老的，这应该是当商周时期青铜器收来的吧？对，商代晚期青铜鼎，我高价收来的。宋小姐真是慧眼如炬，能否详细说说是哪里不对？商周青铜器铸造完成后，匠人会做一道打磨武序，用砾石把范缝和浇筑口修平，但打磨的时候不会去碰纹饰的高点，因为这会影响纹饰的立体感。所以商朝真品的高点纹饰表面是原始浇筑的颗粒质感，没有打磨痕迹，但这件鼎的纹路有很轻的打磨痕迹。唐宋时期放古铜器盛行，匠人为了精致感会把纹路的高点也磨得平滑些，这是时代审美差异造成的工艺习惯。这形制和修色都符合商周时期特征，但工艺却是唐宋才有，只能是唐宋的人照着中周的器型仿的。你这简直是胡说八道！只要这专家不是草包，怎么会认不下来我的判断？这尊青铜鼎的鉴定正是这位专家出具的。您当然可以不相信我的判断，但我代表崇文堂出席，自会对自己的判断负责。你个小丫头，怎么代表崇文堂？我看你就是来捣乱的。是我请宋小姐出席的，她能不能代表崇文堂，不是老郑你说了算。张先生，这尊鼎的鉴定证书是3个月前开的吧？开证书的时候，这东西做过热释光测年吗？当时老郑说不用做，说看皮壳就够了。热释光要取样会破坏品相，我当时也是为你好，为我好，我花了900多万。老郑，热释光的事你待会儿跟我到楼上说。今天这事儿，宋小姐的结论是对的，这尊鼎是唐宋仿商周的器物，工艺形制都没问题，但年代不对。至于鉴定证书，崇文堂会重新出，这事儿够让整个行业蒙羞，我不希望出现第2次。宋小姐，下次有这种发现，你先跟我说，免得有人当面下不来台。宋小姐，刚才说的那个打磨痕迹，能不能再跟我细说一下？可以，找个安静的地方，我慢慢跟张先生讲。我知道，老郑以后无法在这个行业立足了。没想到第1次参加这种沙龙，竟然会以这种戏剧性场面收尾。沈清辉，等等！刚才发生的事太多，差点把林书彤忘了。要一起回宿舍吗？周瑶请我今天去他家做客，要不要一起？宋清辉，你这衣服是租的吧？
他家进了批古董，想让我看看，你比我更专业。我只是业余的，而且周瑶也没邀请我去，我怎么好意思擅自上门？你不是很会看古董吗？晚上来我家，带你看看真正的好东西。既然人家提出来，我总不好再拒绝。周瑶也邀请我了，咱们一起去吧。不过今天的事儿，还希望你不要和他们说，把这么大场合搞成闹剧现场，我还是有点不好意思的。你怎么会代表崇文堂出席活动？崇文堂帮了我很大忙，老刘让我带沈老师出席，我自然不会拒绝。老刘，那可是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刘云奇，在他口气里却像是在喊一个熟悉的朋友。快走啦，周瑶在催了。我爸妈听说我在上古董鉴赏课，说实践出真理，这么多件，给了我一大笔钱，这些是我亲自收的，花了不少。哇塞，瑶瑶，这么多得多少钱啊？也就刚上千万吧。没问题，都是真货。本小姐厉害得很，挑的当然都是真货。你不是懂这个吗？看看，这可是康熙官窑，圈足修颓粗糙，釉面有细碎开封，不是康熙官窑该有的东西。怎么样，周瑶，这些东西是你自己挑的？当然是本小姐自己挑的，全是真的。那当然，书童不都说了吗？但都是有价无市的东西，道光民窑粉彩，真货没错。但这种品相，釉面失光，材料脱落，简单来说，放着占地方，卖又卖不掉。这只笔筒，民窑仿官窑的，底牌是康熙，实际是光绪年的东西。还有铜鎏金佛鎏金层磨损超60%，修复的成本比东西本身还贵。你按什么标准收的？比起拍价翻了3倍，当时那么多人抢着要，这东西怎么可能不值钱？应该是刻意抬价骗冤大头的。你是说我被坑了？我不相信，总不能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林书童不也说这都是真的吗？我没说不是真的，只是不值钱，还是有一定收藏意义的。你才学了几节课？我这些东西都是我爸托人亲自选的。那个老许，对吧？老许是不是叫许怀远？你怎么知道？圈里出了名的专坑不懂行的心脏家，东西都是真的，鉴定证书也齐全，但品相全是垫底的。很多人被许怀远坑过，拿他一点办法没有，因为件件都合法。书童的话，你总该信了吧？周瑶，这不是坏事，反而是个机会。什么意思？周家千金为了肃清古董贩子，以身入局，拿到证据后实名举报。这个故事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对，你说的对，本小姐就是为了收集证据。你说的轻巧，我哪有那本事？不说别的，举报可是要担风险的。只要你敢举报，我就有办法。我有什么不敢的？用有水分真货的事儿不好解决，但这么大量的古董，来源总不会完全清白。无论许怀远是黑市收来，还是从土里挖出来的，只要有证据证明来源不合法，举报绝对有用。虽然没太听懂，但是听起来好有意思，和秘密行动一样。我和书中也要加入。清辉，我知道你大概率不需要，但万一有用得上我的地方，随时可以找我。你想让我以崇文堂名义去接触他？不用崇文堂的名义，派一个生面孔的藏家去买，专挑那种来源有问题的。到时候顺着这条线摸下去，以崇文堂的能力，很快能摸到来源。等确定了来源有问题，这交易有人证、物证，举报就成立。这件事风险很高，崇文堂为什么要趟这趟浑水？许怀远这种人存在，本身就是在亵渎古玩。崇文堂能在行业内有话语权，靠的是公信力。像许怀远这种贩子存在，是在败坏整个行业的公信力。沈老师那边进行得很顺利，我们拿到了足够有力的证据。喂，我要举报永安巷程志阁许怀远非法倒教出土文物。你不怕他报复？你怕吗？怕，怕是正常的。但这事儿你不做，还有下一个受害者，损失1000多万对你来说可能只是大出血，但对其他家庭就是灭顶之灾。崇文堂出具了鉴定报告，出土痕迹、土沁还有铜锈年份写得明明白白。周瑶收到的那批古董也有不少非法出土文物。古玩商会的通报来得很快，周瑶实名举报，协助破获一起非法文物交易案。你倒挺沉得住气。沈老师，您怎么来了？周瑶的事，商会那边本来要问举报线索来源，我替你挡了。谢谢沈老师。清辉，整件事从头到尾都是你牵的线，但你将名利拱手相让，为什么？这些对我来说不过虚名，但周瑶因为这事出了名，
他会很开心。崇文堂成立这么多年，我阅人无数，但如今倒是越来越读不懂你了。沈老师说笑了，您高看我了，我只是普通学生而已。钟瑶一看就是甄大小姐，每天赊牌衣服配饰不重样，这次还为收集证据花了上千万。拉倒吧，周瑶就是个暴发户，一身铜臭味，林书桐才是有底蕴的世家小姐。宋清辉这种有硬实力的才是真大佬好吗？古董鉴赏课上多牛啊！你们别说了，我家搞古董的在崇文堂看到过宋清辉，他还和沈燕回关系匪浅。楼上编的吧？是不是宋清辉那个穷酸货本人啊？吃拼好饭吃出幻觉了吧？我去怼他！别，你不生气，没必要。而且他们说的大部分事情是真的，他们就是看你穿的普通，以后我的衣服都给你穿。你笑什么？笑这些人没见过世面。论坛上这些人真是张嘴就来，你来评评理。清辉，你听听他们说的。古董捡漏虽然刺激，也让我赚了第一桶金，但那终究是快钱。我要的不是虚名，也不是一时风光，而是扎扎实实的财富和自我实现。古董行可以继续，但不能是唯一。我的视野要放得更远。假期我打算学点新的东西，金融投资，也许能找到点长期发展的机会。有兴趣？我家族在这方面也有涉猎，或许能给你提供些资料。哎呀，又学这些枯燥的东西，还不如跟我去逛街，我请客。清辉，清辉，救命啊！怎么了？天塌下来了？比天塌下来还严重。传统文化社团的校外导师临时来不了了，社长级的团团转，我脑子一热就说你懂这个。我懂什么？你这不是瞎掰吗？不是瞎掰，你上次鉴宝的架势，谁见了不觉得你是个深藏不露的大佬啊？就当帮帮我嘛。社长要是办砸了活动，非得把我生吞活剥了不可。去呗，清辉，反正你不是闲着也是闲着，就当玩玩。行吧，行吧，我就随便讲几句，不一定行啊。宋同学，内容都在里面了，你看一眼，随便讲讲就行。这内容有些地方逻辑混乱，数据也错了不少。2020年补充报告出来后，这批青铜器的断代整体往后推了1个半世纪。PPT 引的是87年的老数据，这纹饰以前归荆楚，现在学界主流已经归到江南师范体系。我以为自己只是在纠正小错误，可一旦开口，那些深埋在我脑海中的知识就如泉涌般喷薄而出。我将工艺史、经济史和社会变迁串联在一起，从瓷器长到文化意义，再到市场定位。宋小姐，你好，我是弘扬文化公司的负责人。您今天这番话真让我感悟颇深，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来我们公司发展？您客气了，我只是学生，恐怕难以胜任。您说的深度和广度，别说学生，就是我们公司干了5年的策划都比不上。弘扬文化是行业巨头，您再多考虑下。我了解过弘扬文化，本人和贵公司的调性不符，恐怕不能给贵司带来价值。既然如此，我以个人名义希望和您交个朋友，这是我的私人号码。我终于对程毛这个名字有了印象。他离职后独自拍摄文史类纪录片，其中多部获奖。程梅女士，期待和您再次相见。沈老师，您怎么打电话过来？弘扬文化公司的程梅正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在学校里打听你，她可不是那种会轻易上头的人。我昨天去给赵婉的社团救了个场，当时有点讲嗨了，下来他就要挖我。他私下跟我说，会讲知识的人不少，但能将之融会贯通讲成故事的人不多。程总过滤了。不过我倒好奇，他这么诚恳，你为什么拒绝了？我总不能直说我知道他公司会爆雷吧，觉得自己的调性和这个公司不太符合。哦，愿闻其详。我看了弘扬文化近几年的策划案，本身相对商业化，必然会牺牲部分文化底蕴。如果我想赚大钱，那我会选择这家公司，但我只想做相对简单的东西。但这其实不是弘扬文化爆雷的本质原因，弘扬财务和资金上出了大问题，从现在的一些报表和股市走向就能看出端倪。你觉得程梅这个人怎么样？程总是个有才华的人，他对文化的热爱是真诚且纯粹，更适合投身文化创作。沈老师，我有个大胆的想法，您觉得我想把程总挖到我这边来，他会不会接受？宋清辉，
你总能刷新我对你的认知。清辉，你快看论坛！肯定是林书彤吧？他可是10家千金。不对，这架势，我怀疑是哪位教授亲自上阵了。书童，这上面说的是你吗？我虽然在家里公司也接管部分业务，但现场发挥还真不到你那种程度，而且连这种体量的文化公司都会拒绝。清辉，你到底为什么拒绝？林书彤，咱们算是朋友，这件事我只和你说。怎么？这是我昨天晚上整理的关于弘扬文化公司近3年市场表现和融资情况的分析表。它的现金流已经出现问题，表面上的投资项目都在亏损，而且大部分投入都集中在一个高风险的文旅项目上。这个项目一旦失败，弘扬文化资金链断裂，彻底爆雷。爆雷？你这些数据你是怎么弄到的？我只是把公开信息做了一个整合和分析，加上一些自己的判断。书童，如果你家有投资或者股份在这个公司，我劝你尽快撤走，损失才能最小化。清辉，你到底还有多少秘密？宋同学，我想知道你为什么拒绝我。我知道这事儿是躲不过去了。程梅相当有才华，我是有意后续与他合作的。我拒绝的不是你，而是弘扬文化公司，它的现金流已经出现问题，表面上的投资项目都在亏损，而且大部分投入都集中在一个高风险的文旅项目上。这个项目一旦失败，弘扬文化资金链断裂，彻底爆雷。程总，我知道您有自己的抱负，但也有自己的坚持。您不会轻易放弃现在的一切，但如果真的那一步，随时可以与我联系。宋清辉，你真是让我大受震撼。清辉，我家的投资已经全部撤出了，我爸妈找了专业的审计团队，他们的结论和你说的几乎一模一样。你这是救了我们林家一命，这人情太大了。我家里人对你的能力现在是彻底心服口服，他们都说能一眼看穿一家大型文化公司的未来，这份眼光和手段绝被常人。本台最新消息，曾经风光无限的行业巨头弘扬文化公司因资金链彻底断裂，旗下核心高风险文旅项目宣告烂尾，今日已正式申请破产清算，一夜之间轰然倒闭。天哪，你们看新闻了吗？弘扬文化破产了！就是那个之前来咱们学校办讲座还当场挖人的弘扬文化，这不就是前2天邀请宋清辉去的那个公司吗？他当时居然拒绝了，这也太神了吧！清辉，你看新闻没？弘扬文化完了！清辉，你真是神了！我说你咋拒绝那么大公司，你早就知道对不对？就是啊，清辉，你真是料事如神啊！你是不是有未卜先知的能力？这简直比算命还准！运气好而已，碰巧知道了一些内幕消息。清辉，你这可不只是运气好，那份分析条的含金量可不会骗人。这次谢谢你，我爸妈说一定要好好答谢你。不用了，朋友之间互相帮助是应该的。这样，北山有新的度假山庄，叫半山听雨，马上放假了，我请你去玩。这不算答谢，就是我个人名义请你。那就大家一起去吧，周瑶和赵婉也一起。半山听雨是不是城郊那个有温泉的？我爸妈在那儿有会员呢，到时候用我的会员权限让大家体验升级。那山庄里是不是还有一个很雅致的茶社？我记得那里的茶味道不错。茶社？没有啊，我去了那么多次，没听说有什么茶社。清辉，你是不是记错了？资料显示，山庄里确实有一个茶社，它甚至不对一般会员开放，只接待极少数的特邀嘉宾。清辉连这种绝密的地方都知道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清辉、赵婉，上车，我带你们飞过去。周瑶，我和林树川呢？哎呀，忘了，我这车只能载2个人。书童，你们打车跟上吧，我们先走一步。宋清辉，沈老师，您怎么还在学校？处理一些收尾工作。你们这是要去哪儿？我们要去城郊的半山听雨放松一下。巧了，我正好也要去那里见个朋友，要搭个顺风车吗？我车还宽敞。那就麻烦沈老师了。最近学习和生活还适应吗？挺好的，除了上课，偶尔看看闲书。我知道沈燕回和宋清华认识，却没想到他们比我想象的还要熟悉。甚至沈燕回对宋清华的语气都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客气。这种客气不是对晚辈的礼遇，更像是对同等级别人物的尊重。清辉，这边。宋小姐，你们玩好了，可以来山庄里的茶社找我，我给你介绍个朋友。
是谁啊？惊喜！清辉、书童，这是你们打的车，这可是连号车牌，车主是什么身份？是我认识的一位老师，他恰巧也来山庄休息。我要发朋友圈，他们都说本小姐是暴发户，就让他们看看我也是有品位的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棒？这会员可不是谁都能办的。那个茶社连周瑶这个高级会员都不知道，沈宴回要介绍的朋友又会是谁呢？清辉，我刚刚查了一下，这个半山听雨的茶社确实非常神秘，据说即使是最高级别会员也不能随便邀请人进入。沈老师能带你进去，还特意为你介绍朋友，这关系可不一般。沈老师的厉害我是知道的，我也是沾了他的光。清辉，你下午去哪儿了？我们找了你半天。去图书馆看书了。你可真爱学习，难得放假还不放松一下。清辉，要出门吗？沈老师约我去茶社，要不要一起？不了，那是沈老师的私人邀约，我不好打扰。清辉，我很好奇那个茶社到底是什么样的，我回来给你讲。坐，尝尝这里的茶。果然是好茶，这味道还和我记忆中一样。这茶是此前茶社特供，能买到这茶的人屈指可数。宋小姐果然身份不凡。沈老师，您约我来不仅仅是为了品茶吧？赵老师，人家小朋友迫不及待要见你了。赵馆长，文史馆的赵令仪赵馆长，那位经手过无数国宝级文物的泰斗级人物。这位就是你说的宋清辉。正是，宋清辉，这是文史馆的赵令仪赵馆长。赵馆长您好。沈宴回把你夸得天花乱坠，说你是文物界的未来，我倒是想看看你到底有何本事。赵馆长过誉了，我只是个学生，哪有沈老师说的那么玄乎。你打开看看，这枚玉佩应该是战国时期的龙凤玉佩，材质上省，雕工精湛，带有明显的楚文化风格。不错，眼力很好。但你有没有觉得它和寻常的战国玉佩有所不同？寻常战国玉佩纹饰多为平面或浅浮雕，但这枚玉佩的龙凤纹路却呈现出一种近乎圆雕的立体感，线条流畅，活灵活现。你发现了，这枚玉佩的雕工远超一般匠人水平。如果是真的，那价值不是数字可以估量。这枚玉佩的问题不在做工上，而在神韵上。这枚玉佩的精湛雕工让它几乎具备了真品的艺术价值，但它缺少那种历经千年风霜洗礼的沧桑感，那种与历史微微一体的厚重感。您提到真品是从一个农民从土里挖出来的，真正的出土文物即使品相再好，也必然会有与土壤接触、氧化侵蚀的痕迹，而这枚就是太完美了，反而不会是真品。况且这枚真品我是见过的，这龙咬处有一处断痕。宋清辉，沈宴回向我推荐你，说你能力出众，眼光独到，如今看来果然如此。我手上有一大批民间征集的文物，需要鉴定清促，可回流市场的东西暂时没有合适的负责人。沈宴回说全交给你处置，他放心。民间征集文物、鉴定清册、回流市场，这可是一个巨大的项目，责任重大。清辉，这个项目虽然繁琐，但对你的成长来绝对是最好的机会。赵馆长人脉广阔，能给你提供极大的帮助。只要你能做好，我文史官可以为你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支持。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赵馆长，沈老师，我愿意尝试。很好，等你回学校，我会派人把具体资料发给你。不懂的地方随时可以问我。清辉，这茶饼是这里的特供，既然你喝得惯，就拿回去尝尝。以后你来山庄茶馆，只提我的名字，就可以随便来喝茶。这个茶社的茶饼恐怕是千金难求，谢谢沈老师。记住，你值得更好的。
我能感觉到，我的命运轨迹又一次被这不经意的相遇彻底改写。床单的材质比昨天更柔软，房间的面积似乎也大了一圈。最重要的是，这房间是建入山壁中的，落地窗和天窗透着山景，感觉露天席地而睡。难道是周瑶又动用会员权限升级了房间？你快看，我们房间升级了！这绝对是我的会员积分兑换的。你看这景，简直太美了！是啊是啊，这待遇简直是 VVVVIP 啊！瑶瑶你太厉害了！书童，你觉得呢？这个房间是山庄的行政套房，不对外预订，只接待山庄最重要的贵宾。周瑶的会员权限还达不到这个级别，我心中了然，看来是沈老师或者赵馆长帮我们的。既然升级了，就好好享受吧。在山庄的几天，我都表现得悠然自若，也没再去图书馆了。但我发现山庄的工作人员对我的态度似乎和对待其他客人有些不同，他们总是对我报以更热情的笑容，甚至在我询问路线的时候会特意多说几句，语气也更为恭敬。不好意思，这杯子多少钱？我扫码赔偿吧。宋小姐，您千万别这么说，没伤到您就好，这杯子不用您赔偿的，祝您用餐愉快。这种恰到好处的服务让我感到一丝微妙的被关注感。清辉，你有没有觉得山庄的人对你特别好？这里的服务当然很好，更多的还是给沈老师面子。清辉，我看人很准，你以后会达到我难以企及的高度。到那个时候，你能拉一把你的老同学吗？书童，你好像一直对我有误解，刻意把我们关系拉得很远，还把自己摆到低位上。但在我看来，我们已经是朋友了。朋友不说这些。山庄的日子轻松而惬意，但我的心思却已经飞回了学校，飞到了赵令行口中的民间征集文物项目上。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挑战，也是通往更广阔世界的大门。山庄的假期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？时间过得也太快了吧！就是啊，感觉还没玩够呢。这批东西来源复杂，有祖传物体，有旧货市场淘来的漏，也有村民修房子时从墙缝里挖出来的小件。初步报告写的语音不行，有几件甚至连基本的年代判断都含糊不辞。我给你带早餐。清辉，你最近在搞什么啊？宿舍里的人都在猜。没什么，处理一些文物资料。文史馆的那个，你知道？书童猜的，没想到真的是啊。清辉，你知道文史馆的含金量吗？你就一个字儿。和你合作的人是不是赵馆长赵令仪啊？我只在电视上见过他，看着特别有气质。你看看，你遇到不喜欢的问题又不说话了。资料看了3天，我遇到了第一个棘手的东西，总觉得哪里不对。那里有一条极细的界缝，不是修补的痕迹，是2段分别烧制后拼合的工艺。西汉的陶俑不是这个做法，这种分段烧制工艺要到东汉以后才普遍出现。接缝走向和拼合方式品茶陶瓷，应该是东汉中晚期的工艺。你确定自己判断正确吗？这份初步鉴定是我们馆里一位资深研究员出具的，他做了30年陶瓷鉴定，他把这件东西定为西汉。赵馆长，我确信我的判断是正确的。我现在调出实物，让他重新看一遍。心里说不清什么感受。鉴定古董教了我很多东西，在这里虚名不重要，要是因虚名而浮躁，看得不仔细了，总会有出错的时候。一份清册里，如果连年代都判断错，回流市场以后会出大问题。清辉，第一批资料你看完了多少？差不多60%。我听赵馆长说，你已经标记卷存疑的器物，他把那7件都重新鉴定了一遍，
有5件你说的都对。另外2件呢？另外2件，一件是宋代民窑的瓦令你怀疑清代名品，但那件东西的施油方式是宋代特有的，不是后代能仿出来的细节。另一件，赵馆长说那件东西他自己看了3遍，你的判断在某些角度上有道理，但现阶段证据还不够充分，所以暂时存疑。知道了，那件宋代碗我再查资料。你知道赵馆长私下怎么和我说的吗？怎么说？他说这7件标注里有3件是我们馆里的老研究员做了10几年都没发现的问题。他问我你是在哪练出来的眼力？原来真正的珍宝就在我自己身上，噩梦中的我却从未发现，反而去追求虚荣。赵馆长打算继续加大合作力度，第2批资料比第1批多3倍，可能会有一些更复杂的器物，你有没有把握？有。清辉，论坛又开始议论你了，这次比上次凶多了。我跟你们说，他绝对不是普通学生。沈燕回是什么级别的人，会随便带一个普通学生坐自己的车？上面的清醒一下，可能就是认识的学生。你们也太能脑补了。崇文堂的照片怎么解释？崇文堂什么规矩你们知道吗？不是有钱就能进。之前有人说他住城中村月租800，现在怎么说？那都是没谱的事，万一是哪个眼红清辉的人编的呢？而且真正有底蕴的人可不会在乎住所。清辉，你成学校悬案了，你有什么感想？没感想，让他们猜吧。其实我们也好奇，你到底是什么身份啊？感觉神秘的很。京城宋家，还是江南那个宋家？说了你们也不信。清辉，你现在整理的文档第1批进展如何？现在已经到第2批了。什么？第2批？这么快？算了算了，你每次都会出乎我预料。如果有用得上我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第2批资料里，有一件让我盯了整整1个下午，是一块残缺的石碑拓片，征集来源写着河南某废弃祠堂，村民拆迁时发现，初步报告文字模糊，年代不明，疑似明代。这不是明代的字，字口深峻，笔画劲利，更接近唐代碑刻风格。但奇怪的地方在于，碑文内容里有几个词是唐代之后才出现的用法。这块碑我们已经关注了很久，你发现的矛盾是我们目前最大的疑点。明天上午你能来文史馆一趟吗？好。请进。这块碑，你来说说你的判断。这块碑的字体结构不是明代的字，字口深峻，笔画劲利，更接近唐代碑刻风格。但碑文内容里有几个词是唐代以后才出现的用法。你说字体接近唐代碑刻，有什么依据？仅仅看风格是不够的。这个永字竖弯钩的收笔方式，在唐代欧体碑刻里有大量相同案例，但在明代刻碑里非常少见。还有这里的之字，4点的排列方式是唐代卡书的处理习惯，明代刻工很少这么处理。但碑文里出现了相约这个词，这个词在宋代之后才开始普及，和唐代字体风格形成了明显矛盾。所以我有一个猜测，这块碑可能是宋代按照唐代碑刻风格重刻的，是一块仿唐碑，不是唐碑本身。和我们的判断方向一致。宋清辉，你对仿唐碑的判断如果成立，那这块碑的文史价值也相当高。这样的判断，就连行业大拿也不敢轻易下定。你这样说出来，倒是给那些老家伙甩锅空间了。毕竟我是学生，古董鉴定不只需要专业能力，还要有大胆假设的胆魄。沈老师，赵馆长给我的资料我已经全部整理完，这是2批文物的鉴定清乐和回流市场评估报告。效率很高，看来赵馆长没看错人。赵馆长昨天还特意给我打电话，夸你做得很好，上手速度快，分析也透彻。赵馆长教导有方。他还说这批回流市场的东西全交给你处置，他完全放心。而且文史馆那边的意思，回流价格可以略高于市场价，以体现文物的文化价值，并以此鼓励民间文物保护。略高于市场价，这倒是一个好消息。这样一来，
不仅能更好地保障民间藏家的利益，也能为文史馆争取到更多的运营资金，形成良性循环。就是这个意思。不过，回流市场牵扯到很多环节，包括拍卖行、专业买家，甚至一些收藏机构。你需要疏通这些关系，确保文物能以合理的价格回到真正识货、爱惜他们的人手中。我会尽快建立一个可靠的渠道。清辉，你能力出众，绝非普通人家。我很好奇，你的父母从事什么行业？沈燕回到底还是好奇我的背景了。沈老师，我只是普通学生，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。我能有现在的能力，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和一点点运气。赵馆长还说，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他可以帮你。我确实有一个想法，我希望能有一个独立的、私密性强一点、功能多样的工作室。工作室？你要做什么？文物的鉴定、修复，甚至是一些文化创意衍生品的开发，都需要一个专门的场所。宿舍不方便，现在租的临时场地也太简陋了。我希望它能足够的空间，有专业的设备，最好还能有安静的环境。独立的，私密性强，功能多样。赵馆长手下有不少资源，也许能找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。那真是太好了，谢谢沈老师。清辉，你是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文史馆和崇文堂都会尽力支持你。觉得未来一片光明。赵令仪果然很给力，没过几天我就收到了文史馆的通知，让我去城郊的文化创意园区看看。宋小姐，赵馆长说，为了方便您工作，让您亲自去挑一间工作室。前面有几套对外出租的工作室，面积不大，但环境安静，适合一个人做事。您先看看。这几间面积都在100平米左右，租金适中，配备了基本的办公设施。您觉得怎么样？空间确实够用，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谢谢，我想再看看。好的，那园区最里面还有一处，不过那一处一般不对外介绍，因为它比较特殊。哦，带我去看看吧。这房子带着一种独特的岁月沉淀感，它的每一块砖瓦似乎都在讲述着一个故事。这地方不一般，从建筑风格和材质来看，它至少有100年历史。而且这里所有的布局都遵循着一种非常讲究的传统美学，这种造景手法不是普通的园艺师能做出来的，它的主人一定是一个非常有品味和追求的人。这位就是宋小姐吧，请进。王先生，您去忙吧，宋小姐就由我来接待。谢谢。这里是我老师生前居住和工作的地方，他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文物学家，一生都奉献给了文物研究。老师去世后，我们一直想为他找一个合适的继承者。这个地方一砖一瓦都是有灵气的，如果能有像宋小姐这样真正热爱文物的人住在这里，也不算浪费。这个地方就是最适合我的工作室，它不仅私密，功能多样，更重要的是，它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精神。这不是我安排的地方，去查查这个房子的产权资料。这只能证明我的权限还不够。您就是宋小姐吧？老先生临走前跟我提过，说有位年轻的文物修复师要来用这间工作室。您好，我是宋清辉，冒昧打扰了。这地方真的很美。我叫陈若宁，是老先生的学生。他走了之后，这院子就一直空着。我每隔几天来打理一下花草，免得荒废了。难怪每一处都这么有味道。我看过好几处地方都不太满意，一走进这里就觉得就是它了。老先生在世时最喜欢这间工作室，说采光好、安静，适合做细活。
您要是觉得合适，就安心用着。您平时也会过来工作吗？我就是来浇浇花、扫扫院子，不会进来打扰您的。您忙您的，我在外面，有事喊一声就行。请进。程总，确实没想到您会来，请坐。这地方真不错，闹中取静，难怪宋小姐选了这里，还算合心意。程总今天来，不只是为了夸我工作室的吧？弘扬文化爆雷的消息，宋小姐应该也听说了吧？您当初说的一语成谶，如果我当时听了您的话，或许就不会走到这一步。这茶绝非俗物。宋小姐，您到底想要我做什么？我现在虽然离开了公司，但也不需要再进大公司赚钱了。我以前总觉得做文化就是要商业化，要流量，要变现，直到公司倒了，我才想明白，有些东西急不得。所以程总这次来是我想做真正的内容。民间文物回流这个题材太好了，每一件东西背后都有一段故事，我想把它们拍成纪录片。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没团队，没资金，没渠道，我就是想来问问你，愿不愿意一起做？梦里那些被糟蹋、被走私、被埋没的文物，赵令仪说的回流市场牵扯很多环节，我想要的不仅是赚钱，而是真正做点什么。我愿意，资金我来想办法，渠道我们一起搭，但有一条，内容必须我说了算。你答应了，但不是现在。回流项目第一批还没上拍，我得先把这件事做好。纪录片可以先做调研，写脚本，等第一批回流有了结果，我们再正式启动。好，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太久了。这道划痕是昨天不小心用钥匙划的，我记得很清楚。当时划痕的位置在把手左侧1公分处，而现在划痕在正下方，抽屉被人开过，又放回去的时候，方向偏了。昨天离开时分明是5点，有人进过我的工作室，谁会来做什么？陈姐，昨天有人来过吗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感觉抽屉好像被人动过，可能是我记错了。这院子平时很少有人来，大门我都锁着的，也许是风吹的，或者老鼠。老房子嘛，难免有些小动物。他说的自然，可他的眼神刚刚分明闪烁了一下。陈若琳在隐瞒什么？可能是我多心了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昨天整理的时候，那几本地方志是按年代顺序排的，而现在顺序乱了，有人刻意抽出来看过，又随便塞了回去。中间那块砖是空的，如果真的有暗示，那昨天进来的那个人很可能就是冲这个来的，对方没找到入口，或者找到了但没打开。不急，该知道的迟早会知道。清辉，你可回来了！你知道论坛上那些人有多过分吗？他们说你是靠关系进的文史馆，说你的鉴定结果都是别人提前给好的答案，还说你勾引沈老师。就这还不够过分吗？我都快气死了。清辉，这次的帖子和之前不一样，之前都是猜测，这次
里面有很多细节，像是内部人说的。帖子里提到了文史馆第一批资料的数量，我标记了几件存疑，甚至提到了陶勇那件事的具体过程。这些信息确实只有文史馆内部少数人才知道。有意思，工作室有人闯，论坛有人黑，这2件事会不会是同一拨人干的？接下来几天，我表面上一切照旧，白天在工作室整理文物资料，晚上回宿舍上课休息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。暗地里，我多留了个心眼。3天过去了，没有再有人闯入，但我知道，对方不会就这么算了。宋小姐，您来了。这批东西我看过了，品质都不错，尤其是那几件唐宋瓷器，应该能拍出好价钱。按之前说的来就行，起拍价定低一点，吸引更多人参与。这位就是宋小姐，这么年轻，赵馆长和沈老师也太放心了，这么重要的项目交给一个小姑娘。钱老板，这位是文史馆和崇文堂共同委派的宋小姐，负责回流项目的鉴定与统筹。哦，就是那个在沙龙上把老郑怼下台的小姑娘，厉害厉害。这位是钱老板，也是咱们行里的老人了，手里不少好东西。什么老人不老的，就是吃这碗饭吃久了点儿。宋小姐啊，我跟你说，这行水深着呢，不是看2本书认几件东西就能玩明白的。回流市场，呵呵，多少老炮折在里面了。小姑娘，听我一句劝，趁好退出来，别把赵馆长和沈老师的招牌砸了。钱老板是来谈合作的，还是来给我上课的？我就是好心提醒你，这行啊，不是靠脸靠关系就能混的。行了，我还有事儿，马经理，下个月的秋拍，我那儿有几件东西，到时候给你送过来。宋小姐，您别往心里去，钱老板就是这脾气。没事，他的东西你们收。收是收，不过钱老板的东西来路有时候不太好说，但他背后有人，我们也不好得罪。乾坤，梦里听人提过，靠倒败出土文物发家。这种人为什么特意跑来给我一个下马威？单纯看我不顺眼，还是和之前闯工作室的人有关系？清辉，有好消息，有个投资人看了我之前的作品，对我们的纪录片项目很感兴趣，愿意投300万。什么条件？他要挂名监制，而且内容上他要有话语权。不行，内容不能让外行干涉，挂名监力可以，但内容我说了算。他要是不接受就算了。好，我去跟他谈。乾坤的挑衅，投资人的条件，论坛上的帖子，这些事看似零散，却像是一张网，正悄无声息地向我收拢。背后的人到底想干什么？气死我了，我非要怼回去不可。别回，越回越吵得凶。那怎么办？就看着他们这么污蔑清辉，这些人也太过分了，什么脏水都往人身上泼。清辉呢？他知道了吗？他早上就去工作室了，应该还不知道。你们怎么都这表情？怎么了？你自己看。就这，比我想象的温和多了。你不生气？生气有什么用？清者自清，他们说的又不是真的，我何必跟他们较劲？清辉，这次不一样，帖子里很多细节太具体了。而且发帖人的语气不像是学生，更像是故意带节奏。我知道，帖子里提到的陶俑鉴定7件存疑器物等细节，发帖人要么在文史馆有内线，要么就是文史馆内部的人。你打算怎么办？先看看。对方既然花了这么大力气抹黑我，肯定不会只发一个帖子。等他们下一步动作，我们再应对。同学啊，学校收到了几封举报信，说你在校外长期兼职，严重影响学业。还有人说你打着学校的旗号在外面牟利。辅导员，我没有打着学校的旗号牟利，校外的项目是和文史馆合作的，有正规手续，也没有影响学业。我知道，但举报信写的有鼻子有眼的，学校这边也得走个流程。你最近先把校外的事儿放一放，等风头过了再说。辅导员，我没做错什么，为什么要听？如果学校有证据证明我违纪，我接受处理。但如果只是因为有人恶意举报就要我停掉项目，那我不能接受。你这孩子，行吧，我再跟上面反映反映，但你自己也注意点，别给人抓住把柄。
举报到学校了，对方这是想断我的路，后先搞臭我的名声，再逼我停掉项目，手笔不小啊。工作室，对方知道我的工作室在哪里，乾坤还是另有其人。帮我个忙，查查这个发帖人的 IP， 我试试。论坛服务器在校内 ，IP 不难查。IP 是校外网吧，发帖人很谨慎，帖子里的细节，你觉得什么级别的人能知道？陶勇细节我也不清楚，发帖人至少能接触文史馆核心资料，只提我判断对的，绝口不提看错的。对方是在系统性的抹黑我。清辉，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？之前在宝源阁遇到个叫乾坤的古董商，他给了我一个下马威。乾坤，他名声不好，据说和地下文物市场有牵扯。也许是回流项目挡了他的路。还有一件事，我的工作室有人闯进去过。什么？什么时候的事？几天前，东西没少，只是被翻动过。我怀疑和发帖的可能是同一拨人。那你还敢一个人待着？太危险了，搬回来住吧。不用，对方真想害我，就不会只翻东西。程姐，撤资，之前不是谈得好好的吗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助理说项目不符合方向，再打就不接了。程姐，你那个投资人叫什么名字？叫张启明，做房地产的，之前投过几个文化项目。你帮我查查这个张启明和乾坤有没有关系？去哪儿？崇威堂，我要去找沈燕。乾坤，我就知道他不安分。沈老师认识他？认识，20年前就认识了。那时候他还在潘国园摆地摊，靠卖假古董骗外地人钱。后来搭上了线，做起出土文物的生意。前几年洗白开了店，人模狗样的。除非他背后有人，一个比崇文堂和文史国都硬的靠山。你工作室的事儿，你说有暗示？书架后面有面墙是空的，但我没找到开关。那个院子，陈若琳在打理。您认识陈姐？认识，她是宋明远先生的学生，宋先生是前辈，当年是文物界泰斗级的人物，后来战乱中失踪了。宋明远，姓宋，我的心为什么莫名跳了一下？沈老师，宋明远先生有没有后人？有个儿子，但父子关系不好。宋先生失踪后，他儿子再也没回来过，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，都是老一辈的事了。清辉，我的爷爷是宋明远。你还是找到了，陈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宋明远是我爷爷？是，老师姓宋，名远，字明远，是当时最顶尖的文物学家之一，经他手鉴定的国宝没有100也有80。我从小就没见过爷爷，父亲也极少提。那我爷爷后来怎么样了？当时老师为了保护一批国宝往西南转移，路上失踪了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那这批文物呢？不知道，和老师一起失踪了，这也是几十年来未解的谜。那我爸为什么从来没跟我说过？你父亲觉得在老师心里，文物比儿子重要。老师失踪后，你父亲离开了，再也没回来过。他不让你接触古董，也是因为他恨这一行。难怪父亲从小就不让我碰这些东西。那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？这是老师的遗愿。老师失踪前说过，如果他有一天不在了，这间工作室要留给孙女。但有一个条件，必须是你自己找到这里才算数。老师说，宋家后人必须真心热爱文物，且有天赋悟性。我观察了你很久，你很好，比我想象的还要好。那之前闯进工作室的人是你吗？不是我，但我知道是谁，是乾坤，或者说是他背后的人。他们一直在找老师当年失踪的那批文物线索，线索就在这间密室里。赵馆长，庆辉，出事了！第一批回流文物流拍了。
宋小姐，你可来了！怎么回事？流拍了，全流拍了，一件都没拍出去。为什么？是那个搞的鬼，他带了几个人来，每件东西都故意抬价，抬到很高又突然撤拍，搞得其他人都不敢举拍，以为有什么猫腻。又是他，他在哪儿？哟，宋小姐来了，怎么流拍了？心情不好？钱老板好手段。什么手段？我就是来看看热闹，东西不好没人买，怪我喽。钱老板，这几件东西是你的？当然。怎么样，都是好东西吧？开门，这只宣德青花碗，钱老板从哪儿收的？宣德青花的底款都是双圈6字楷书款，你这只是4字篆书款。钱老板，你家祖传的宣德碗款式都跟别人不一样。还有这尊明代铜佛，看着挺像那么回事，但明代的铜佛封底都是垛底，你这尊是压底。钱老板，这是清代晚期的仿品吧？你胡说八道！宋小姐，您太厉害了，几句话就把乾坤怼走了。第一批回流文物全流拍，对项目声誉是巨大打击，而且他只是个小角色，真正的对手还在后面。清辉，你怎么还忍得住啊？教育部都让你停掉活动配合调查了，他们都欺负到头上了。不然怎么办？现在去闹只会让人觉得我心虚。那我们就这么等着。清辉，这次的事不简单，新闻稿写得很专业，不像是普通自媒体能写出来的。对方是有组织、有计划着在黑你。程姐那边纪录片进展怎么样了？脚本写的差不多了，但投资人撤资后，程某到处找钱，很难。程姐，纪录片的事先不找投资了，我们自己拍，不用大制作，就用最简单的设备拍最真实的内容。清辉，样片要拍好不容易，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。有我，有回流项目的文物，有稳实馆的资源，有你的技术，够了。我要借下个月的纪录片节，让所有人都看看我宋清辉到底是不是靠关系上位。我出去一趟，去工作室确认一些东西。东西已经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了，线索分成3份，一份留在这里，一份交给周先生，一份等清辉长大了，他自然会找到。爷爷真的藏了一批文物，线索分成了3份。他们来了，我必须走了。若灵，如果你看到这些，替我照顾好清辉。记住，东西在哪里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要让他们回到该去的地方。第一份线索就在这间书房里，会在哪里呢？拍得不错，很真实。题材挺好，就是制作粗糙了点儿。有没有兴趣去我们平台播？不过版权费可能不高。主题一小姐在吗？您作为在校学生，不好好读书，在校外搞商业项目，合适吗？请问您是？我叫王涛。我收到很多观众反映，说您打着文史馆旗号牟利，还在拍卖会上恶意打压同行。你谁啊？谁让你拍的？第一，我和文史馆合作有正规手续，所有收益全部用于文物回流，我1分钱没拿。如果你有证据，可以去举报。第二，拍卖会的事宝源阁有录像，是乾坤故意抬价撤拍导致流拍，我质疑他的藏品，你不信可以找第3方鉴定。你说的好听，谁知道是不是真的？是不是真的你可以查，但你带着机器堵在这里，断章取义，恶意抹黑，这就是你的新闻遭手。我知道最近有很多人黑我，说我靠关系能力触水。我宋清货是不是有真本事？不是几张嘴说了算，是骡子是马，拉出来溜溜。小姑娘口气不小，我这儿有件东西，你要能看对，我就服你。汉代丝印、玉质、龟钮，品相不错，但您应该是花大价钱收的后仿品。你怎么知道？仿得很好，但汉代玉印的穿孔是2头大中间小的喇叭孔，您这枚孔是直的。这怎么可能？小姑娘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服了。这小姑娘是真厉害啊！我看那些黑料都是假的吧，太牛了。
明短信的事，我没跟任何人说。对方既然敢发，说明还有后手。与其被动挨打，不如主动出击。突破口就在这里。接下来几天，我把这里翻了个底朝天，什么都没发现。不对，不是完全空白。半山听雨处，半山听雨度假山庄，爷爷的第一份线索在半山听雨。一见云开时，见镜子清风风，云剑茶社，对上了。第一份线索在半山听雨的云剑茶社里。可是茶社是赵令仪带我去的，沈宴回也常去。如果线索真的在那儿，怎么会没人发现？还是说只有特定的人才能找到？沈老师，我想再去一趟半山听雨的茶社。你找到什么了？我找到我爷爷留下的线索，第一份线索可能在茶馆里。你爷爷宋明远先生。您知道？好，我带你去。茶馆有领找过我。清辉，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奇怪，也许就是你要找的。乾坤只是个小角色，真正的对手是那个找了这批文物找了20多年的人。而现在我也入局了。去半山听雨之前，我要找第二份线索。这本子里说一份交给周先生。周先生是谁？西泠印社，青铜印，难道被赠予青铜印的神秘人就是周先生？那第二份线索会不会就和那套青铜印有关？沈老师，那套青铜印您还留着吗？您能不能拍几张细节照给我，特别是印面的？第一枚山高水长，第二枚清风明月，第三枚半壁江山，第四枚一片冰心，第五枚雨打芭蕉，第六枚听自然醉然，山清半一雨听茶，半山听雨茶，半山听雨茶社。2份线索都指向同一个地方，真正的关键在茶社里。清辉，你在里面吗？程姐，怎么了？好消息，纪录片节的结果出来了，我们的样片拿了最佳短片提名，还有好几家平台联系我想买版权。恭喜啊，程姐！是恭喜我们。还有啊，文史馆那边说第二批回流文物准备重新上拍，赵馆长亲自督办的。乾坤那边好像出事了，他的店被查了。乾坤被查了，是赵令仪出手了，还是幕后黑手汽车宝摊？你说的那个奇怪的地方在哪儿？跟我来。这块碑我第一次来就觉得奇怪，茶社叫云剑，碑也叫云剑，但碑上除了这2个字什么都没有。而且你看这里，清风徐来，水波不兴。清风，诗里的清风知我意，青铜印里的清风明月都对上了。这碑能打开吗？我试过，推不动，也没有机关。第7枚印，茶艺醉人那枚，印面是方形的，大小好像正好能嵌进去。沈老师，那套青铜印您带来了吗？带了，你说要看我就带来了。这是哪里？清辉，赵馆长让我们赶紧回去，出事了，乾坤死了。怎么死的？车祸，但赵馆长说没那么简单，而且钱鹏死前见过一个人，周明远。周明远是周先生的儿子，也是当年和你爷爷一起南迁的人里唯一活着回来的。警方初步判定是意外车祸，但我不信，太巧了，早不出事晚不出事，偏偏在这个时候出事。周明远是谁？周明远，周景贤先生的儿子。周景贤就是你爷爷的挚友。周先生去世后，周明远子承父业也做文物这行，但他的路子比较野，这些年一直在海外，很少回国。乾坤死前见过他，监控拍到的。乾坤出事前一天和周明远见了一面。赵馆长，您觉得周明远这次回来是为了什么？我猜是为了那批失踪的文物。这批东西找的人很多，但周明远一直在海外，突然回来还见了乾坤。你要小心，周明远这个人比乾坤危险得多。
宋清辉小姐，我是周明远。周先生找我有事，聊聊关于你爷爷，关于那批文物。上车说。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年轻，也比我想象的更像你爷爷。您认识我爷爷？当然，我小时候他还抱过我。清辉，我就直说了吧，你手里有第一份线索，对不对？不用瞒我，你去了茶社，找到了那幅画，我都知道。你想怎么样？合作，你有第一份线索，我有第二份，我们一起找第三份，找到那批文物，55分。周先生，那批文物是国家的。小姑娘，你太天真了，这批东西是我父亲和你爷爷用命换来的，你以为只有我在找，你一个小姑娘守不住的，不如跟我合作。如果我不答应，你会答应的，我给你时间考虑，但别让我等太久。对了，你父亲最近还好吗？我很多年没见过他了。他在威胁我，用我父亲威胁我，真正的较量开始了。清辉，怎么了？爸，你最近还好吗？挺好的呀，怎么突然问这个？没什么，就是问问。爸，你最近出门注意点安全。这孩子怎么了？这是我还能有什么事儿？你在学校好好的，别担心我。周明远既然能说出那句话，就说明他已经调查过我的家庭了。父亲那边会不会有危险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清辉，这明显是栽赃啊！我们去告他们。告谁？新闻是匿名爆料的，鉴定报告也是假的，但你找不到是谁干的。清辉，你不会真的被开除吧？不会，我没做错事，凭什么开除我？周明远这一招很狠，从项目入手，搞黄回流项目，搞臭我的名声，想逼我走投无路，乖乖交出线索，打得一手好算盘。但我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。疏通，帮我个忙，帮我查一下那几张鉴定报告上的鉴定机构是什么来头，还有新闻最早是从哪个平台发出来的，背后是谁在操作。好，我马上去查。程姐那边纪录片的事儿先放一放吧，别让他卷进来。那你呢？你打算怎么办？我去找第三份线索。第三份线索在哪里？爷爷说自然会找到，意思是线索一直在他身边，只是他没注意到。父亲从来不让我接触古董，家里不可能有和爷爷有关的东西。等等，这是我满月时奶奶给我的。父亲说就是一块普通的旧玉，带着保平安。物归其主，人归其家，什么意思？物归其主是说文物要归还给国家，人归其家是说人要回到自己的家。不对，这不像线索，更像一句嘱托。难道我想错了？第三份线索不在玉佩上。书童，清辉查到了，那个鉴定机构是个空壳公司，注册人是个替身，新闻最早发出来的那个账号背后的运营公司和周明远有关，果然是他。还有，我查了周明远的底，这个人不简单。这些年他在海外，表面上做文物生意，实际上一直在走私文物。乾坤就是他手下的一条狗。还有一件事，我查到周明远这次回国还在做一笔大生意，好像是要把一批国宝偷运出境。偷运国宝出境，这个周明远胆子也太大了。清辉，你要小心，这个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我知道，书童，谢谢你。周明远栽赃回流项目，不只是为了逼我交出线索，他还要转移注意力，故意把水搅浑，方便偷运国宝出境。好一招声东击西，但我不会让他得逞的。赵馆长，我有办法证明清白，但我需要您帮我一个忙。回流项目的所有文物都经过严格鉴定，不存在造假问题。网上的鉴定报告是伪造的。那您怎么证明不是你们和现在的鉴定机构串通好了？这位记者朋友，你怀疑鉴定机构和我们串通，那你信不信我？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现场的媒体朋友，大家可以随便拿出一件东西，我现场鉴定。好啊，那我就考考你，这是我家祖传的，你说说这是什么年代的？底款是后加的，胎质也不对。您要是祖传的，那您祖上可能被骗了。你胡说！我是不是胡说？您可以去做检测，如果我说错了，我给您赔。
各位，回流项目造假是有人故意栽赃，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，谁要是敢打这些宝贝的主意，把国宝往境外偷运，我拼了命也要把他揪出来。舆论彻底反转，回流项目恢复了，但我在发布会上说的话也是说给周明远听的，我就是要告诉他，我知道他的阴谋。宋清辉，你很好。周先生过奖了。你以为开个发布会就赢了？我告诉你，那批东西我志在必得，你最好乖乖把线索交出来，不然怎么样？图片一，你走私文物、偷运国宝，这些事你以为没人知道？小姑娘，你知道的太多了。那就试试看。发布会之后，我没有闲着，玉佩上的8个字“物归其主，人归其家”，我总觉得不简单。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归处在此，这是哪里的山，哪里的寺庙？物归其主，主是谁？国家还是宋家？不对，人归其家，家在哪里？我知道了，第3份线索不在别处，就在密室里。人归其家，家就是这个院子，这间密室。我爷爷把第3份线索留在了家里。我找到了，第3份线索找到了。山水画是写意的，地图是写实的，但山形、寺庙、竹林的位置完全对得上，就是这里。那周明远手里的第2份线索又是什么？沈老师，您帮我个忙，您能不能帮我约一下周明远？我要和他做个交易。什么交易？我用第1份线索换他手里的第2份。清辉，你确定周明远那个人不可信？我知道，但我有我的打算。你就带一个人来，胆子不小。东西呢？第2份线索就在这里，你的呢？第1份线索山水画。怎么换？同时扔过去。不错，是真的。和地图正好能拼上。果然，第2份线索是路线图，3份线索合在一起就是完整的藏宝图。周先生，东西也换了，我能走了吧？走？你是不是太天真了？你以为你今天还能走得了？把地图交出来，还有第3份线索。周明远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会毫无准备的来见你？意思就是我们刚才的对话我都录下来了，而且外面已经有人报警了。你敢阴我？阴你又怎么样？周明远，你走私文物，偷运国宝，栽赃陷害，哪一条不够你蹲一辈子的？找死！给我上！把他手里的手机抢过来！安保队，不许动！你早就是设好了局。不然呢？你以为我为什么要和你交易？我就是要让你自己跳出来。宋清博，你别得意，那批文物你也别想找到。不好意思，我已经找到了。你以为第3份线索真的在密室里？第3份线索一直就在我身上，我手上的这块玉佩就是第3份线索的钥匙。你找了20多年的东西，其实一直就在我身上挂着。你说可笑不可笑？清辉，你太厉害了！赵馆长，我找到那批文物了。真的？国宝要回家了。走私文物罪、故意杀人罪、诬告陷害罪、寻衅滋事罪，涉案国宝级文物10余件，非法获利金额特别巨大，情节极其恶劣。周明远数罪并罚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生，没收个人全部财产，其名下所有走私文物、非法资产全部追缴，流失海外的涉案文物启动跨国追诉程序。你周伯伯一世清明，到底是毁在他手里了。当年你爷爷和周景贤先生是生死之交，南迁路上周先生染病去世，临终前还攥着你爷爷的手，说护宝之事子子孙孙不能忘。周明远早年其实眼力天分都不差，就是心气太偏。他总觉得父辈用命护着东西平白无辜要交出去，周家什么都落不着。这些年在海外越走越偏，钱存就是他养的白手套，替他干了不少肮脏事。才华用错了地方，只会变成伤人的刀。他不是输在运气，是输在把文物当成了私产。那批东西都安顿好了，都入了文史馆的专用库房，修复团队已经进场，
再过半年，第一批会面向公众展出，所有人都能看到。我找了20多年，布了那么大的局，最后倒是成全了你，我一直不服。我爸跟着你爷爷出生入死，命都丢在了半路上。凭什么宋家继承名声，周家什么都没有？我偏要把这批东西挖出来，卖去海外，把本该属于周家的都拿回来。这是在密室旧档案里找到的，我爷爷和你父亲的合影，背面是你父亲的4迹。你父亲从来没觉得自己是被拖累的，他和我爷爷是同道中人，守的从来不是哪一家的私产，是整个民族的东西。是我疯了。我爷爷日记里写过一句话，东西在哪里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让他们回到该去的地方。这个地方从来不是某个人的口袋，是国家，是所有大夏人面前。海外还有3批货是我早年收的，还没来得及出手，藏货的地址我写给你。都了结了。上一辈没走完的路，没说完的话，到这一辈总算有了着落。有人困在执念里坠入深渊，有人捧着初心一路向前。文物回家的路很长，而我会一直走下去。1个月后，国宝失踪了半个多世纪的国宝终于重见天日。宋明远先生当年用自己的生命护住了这批宝贝。失踪半个世纪的100件国宝级文物成功寻回，举国震动。清辉啊，你真是我们学校的骄傲，学校决定给你评国家级奖学金，评优秀标兵。不用了。清辉，文史馆决定聘你做特约研究员，这笔丰厚的奖金也是你应得的。赵馆长，我答应做特约研究员，但那笔钱捐给文物保护基金吧。清辉，你爷爷如果知道，一定会很欣慰。程木成了炙手可热的纪录片导演。清辉，我要给你一大笔分红。程姐，片子是你拍的，功劳是你的，我就是出了个主意而已。清辉，你啊，工作室也开始步入正轨了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了，我来看看你。清辉，以前是爸不对，爸不该不让你碰这些东西。我恨你爷爷，我觉得他一辈子都在跟文物过日子，根本没管过我和你奶奶。我不想你也变成那样。可我现在才知道，你爷爷是个英雄。爸，爷爷他从来没有忘记过你。清辉满岁，抓周时握住了我那方汗印，此女有灵性，可成我衣钵。爸，爷爷他很爱你，只是他不善于表达。清辉，你做得很好，比爸强。记住，东西在哪里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要让他们回到该去的地方。国宝回到了该去的地方，而宋清辉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向。新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